在7月19号，美国与西方盟友罕见同声谴责中国幕后操作网络攻击，白宫甚至表态不会克制，不排除采取额外报复措施的权利。对此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，西方国家此举单刀直入，毫无余地，是非常罕见的。需要警惕的是，除美国、欧盟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外，北约首次正式指责中国进行网络攻击。在这之前，包括涉疆、涉港、台海等问题，北约几乎很少有明确的表态。现在北约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，这就相当于洗衣粉事件，而这些国家正向中国下战书。其中，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的英国、法国，甚至已经开始在中国家门口备战。在19号当天，路透社报道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，法国将带头建立一个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络，以打击掠夺性行径。马克龙顾问表示，随着中国扩大其海上势力范围，法国此举就是针对打击非法捕鱼。这些南太平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、马绍尔群岛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新西兰等，法国将与其建立信息共享、行动合作和训练。此前，马克龙也一直强调，为了应对中国海上和军事压力，拥有广阔海域及海外领土，法国参与印太轴心很重要。所谓海外领土，正是他们帝国主义时代殖民风潮下的历史遗留问题。西方口中的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简直可笑。为了加强在印太地区军事存在感，前段时间法国还和日本、澳大利亚、美国一起演练夺岛演习。不仅如此，英国也要来凑热闹。在英国航母打击群即将到南海航行自由之际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援引一名英国指挥官消息透露，英国特种部队正启动针对中俄的秘密行动。英国海军陆战队将建立一支4000人的未来特种部队，击败中俄。这些特种部队可能会培训南海附近国家的海军部队工作，以避免遭受中国侵害。很显然，在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后，北约又盯上了中国。即使中国和他们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冲突，他们能随便找个小借口发酵舆论，就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起攻势。几十年来一直如此，这才是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不过，北约有个弱点已经被我们抓住了。中国是大部分北约成员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谁会轻举妄动？我们一直避免战争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怕战。别忘了，北约还欠中国人民的血债。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，越来越多新兴武器开始改变战争规则，其中无人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去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一场冲突，让人们深刻地见识到了无人机在实战中的巨大威力。曾经号称陆战之王的钢铁洪流，在无人机的打击下溃不成军。这一场面震惊了世界，也让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声名大噪。值得庆贺的是，在这一无人机领域，中国取得的成就十分喜人。日前，我军无人机再传一个重大喜讯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称，中国最大的通用无人机运5日前在内蒙古的莫旗机场成功首飞。无论是在军用还是民用领域，其用途都十分广泛，如其有效载荷高、机舱空间容积大，可用于武器物资的运送等。不过也有人质疑，这完全是多此一举，直接用大型的运输机不就行了吗？此言差矣。我们知道运5素有空中拖拉机之称，其不仅本身造价便宜，而且运输成本也极低。另外，从手摇启动到电启动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可以说，这是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又一巨大飞跃。而从整体无人机发展来看，未来的无人机集群必定会大放异彩。从无人机研制来看，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不仅性能先进，更为关键的是成本相对来说极低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无人机集群研制以及运用上抢占了先机。有人会表示疑问称，同时控制几十架甚至上百架的无人机并非易事，但是对于中国而言，似乎已经十分容易。目前，中国的无人机集群技术正在成为中国的一项黑科技。例如，此前中国曾经进行过多达上百架无人机的编队飞行，不仅没有在空中撞车，甚至还多次在空中进行多样的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。试想一下，这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战场上，那么对于敌人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其不仅可以通过数量取胜，相比于人的攻击而言，能够承受住更大的伤亡率。另外，因为其体积小等各方面原因，目前的防空系统也是十分难以拦截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谁敢在军事上挑衅中国，那么中国的无人机蜂群将是一大杀器。在看清了中国无人机发展的巨大成就后，印度人也终于认怂了，表示未来的空战将是中国的天下。中国无人机群对印度空军来说构成真正的危险。
传统的防空导弹击落不了无人机。在7月19日，我国海事局对外发布禁航公告，在20日当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6点，我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。而在仅仅2天前，我军对台主力部队又在闽南附近海域执行多个罕见登陆作战科目。在7月16日，我国海事局还曾在东海发布禁航令，用的词语也是十分罕见的实际使用武器训练。仅仅是1周的时间，我国在周边海域就开始密集进行军事演习，已经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周边局势的全面升温。在外界看来，一方面是美军接连公开派遣军机降落台湾机场，公然践踏我国统一红线，事实上已经导致了两岸关系转入最敏感时刻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在全球各国间游说，拉拢组建对华军事同盟，目前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其中显得尤为突出。而在西侧的印度也在近期开始向国内炒作中国话题，西线边防也成为了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热点问题。这样的局面已经让我国退无可退，唯有全军备战。有观察人士注意到，除开印度、日本、澳大利亚，目前局势升温，还有一个国家的介入——英国。早在6月末，外媒就曾经预测，如果英国真的像在黑海一样，在中国南海的敏感岛屿附近游弋，很可能遭到相同的结局，遭到火力驱逐。不过，尽管英国军事力量实质上在近10几年里快速衰落，但是英国高层却始终忘不了自己曾经的辉煌，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，想要在南海展示英国海军力量。外界一直怀疑，英国很可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又一个中国手里的软柿子。事实上，在美军多次军机飞抵台湾之后，中国国内舆论已经开始出现强烈情绪，这其中有自发形成的，也有部分有心人士故意挑拨起来的。在当前如此敏感环境下，对中国的战略定力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短，中国赶上美国已经近在眼前，中国是否需要因为对手的挑衅就打破这样的发展进度？另一个，美国为了尽快打断中国复兴进程，在未来必然会尽一切可能挑拨两岸局势，制造台海问题。中国能够快速抓住战略机会，一击击垮美国在台海的计划，就成为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。最近中国周边的局势越来越不容乐观了，美国开始一招接一招的打向中国，在各种军演不断的情况下，美国还另外做了不少事，舆论抹黑、军机变本加厉的登台挑衅，以及军舰擅闯中国领海等等。可以说，美国已经是一副跟中国势不两立的状态了。而在美国诸多动作的时候，日本也不甘示弱，又开始行动了。这次目标直指钓鱼岛，对此中国的枪必须要握紧了。日前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记者会上公开宣布，将会在位于九州岛的新田基地正式部署20架 F-35B， 并且还会联合美国进行训练，目的是为了针对中国不断在钓岛、冲绳附近进行的军事行动。好家伙，在美国飞了25架 F-22到日本关岛后，日本也要在九州岛放20架 F-35B。日本这是想要趁火打劫，以为中国在应付美国就无暇顾及日本了吗？不过日本也是头铁，这段时间天天跟在美国后面见缝插针的要针对中国，还真是贼心不死。就像是国人说的，日本这是想咬下中国一块肉，还是不咬下来不罢休的劲头。对此中国难道就怕了吗？4个字，绝不可能。钓岛作为中国领土，中国绝对不会放弃。美国部署关岛25架 F-22，中国都不怕，实力完全不及 F-2的 F-35B， 中国怎么可能会怕？首先从数量上来说，如今中国拥有的歼20数量虽然没有透露，但是从媒体一次一次报道的大批量列装4支作战单位，以及在百年大庆上飞过的15架歼20编队，就能看出来，如今歼20的数量绝对远远超出日本所预想的。其次，再从实力上来说，歼20从2017年正式列装部队已经差不多满4年了。在这期间，歼20依然在不断完善，配合飞行员不间断的训练，歼20早已具备全面的作战能力。只要日本 F-35B 赶到钓岛来，中国就敢直接击落。当然，就算从歼20本身硬实力上来说 ，F-2想在歼20面前占便宜都很难。而 F-35的实力却连美国自己都嫌弃，日本又哪来的信心可以对付中国？再则，日本看着是信心满满的宣布要针对中国，先不说 F-35B 的实力了，就算是需要部署的战机，都还要现买。岸信夫在记者会上还提到一个关键，那就是日本的部署计划是在2024年引进6架，2025年引进2架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最终新田原基地完整的部署一支 F-35B 战机飞行队。
好家伙，按照日本的计划，想部署20架战机，怕不是要到10年后了。不过，就像前面说的，甭管日本要几年完成目标，想要咬下中国一块肉，拿走中国的领土，这绝不可能。日本别痴心妄想了。不过，日本这般作死，看来是没好好听赵立坚的话了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就说过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，绝不容忍被分割任何一部分。中国在这里的活动合法正当，是行使自己固有权利。日本无端指责中国，这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。中国将坚决反对。这话说的没有像美国一样透彻，但是其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干涉中国领土，所以中国在必要时刻必定会给予严厉的反击。